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想要聊的主题是大家都知道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的革命党人发起革命攻击，各省响应，建立中华民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我个人称之为光荣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次革命。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会发生激烈的内战，生灵涂炭，最后胜者为王，建立新的王朝。不过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王满篡汉、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都是和平的改朝换代。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汉人权臣篡位，是同一个民族之间的改朝换代。如果是异族之间，要和平改朝换代是非常的困难。最惨的例子就是南北朝时代的五胡16国。最常见的场面是汉人推翻胡人的政权时屠杀胡人，而胡人推翻汉人的政权时屠杀汉人。而大清帝国是外来政权，殖民统治中国268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接诸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一如当年朱元璋要赶走蒙古人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是相似的，都是诉诸民族主义。所以在异族之间的改朝换代，当然会斗争激烈。所以辛亥革命爆发，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大清帝国怎么可能乖乖的交出政权而任人宰割呢？那为什么辛亥革命能够成为一场光荣革命，没有经过激烈的厮杀就政权和平移转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位关键人物袁世凯。当时衰落的大清帝国还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就是北洋军。这是袁世凯所训练出来一支现代化的陆军。然而也因为袁世凯对这支陆军有极大的影响力，而遭到猜忌，被免去职务，只好称病返家休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宣统皇帝还只是小朋友而已，而当时满清政府也已经没有什么人才了，所以摄政王只好请出袁世凯，再度领导北洋军，希望能够迅速挥兵平乱，消灭革命党人。这个时候袁世凯所扮演的角色，就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时的韩信，所谓为楚则汉王，为汉则楚王。袁世凯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会获胜。所以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也派出说客游说袁世凯，希望能够倒戈投向革命阵营。这时候的袁世凯陷入两难，以北洋军的实力要打败革命军轻而易举。不过袁世凯心里也在想，大清帝国已经日薄西山，难以因应世界局势，而说不定自己立下战功，功高震主，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朝廷一道命令下来，我又得回家养老了。但是如果自己倒戈，那就是叛变。万一我的部属将领有人有野心，向朝廷密告，那一道命令下来，我就要被就地正法，而北洋军的统帅就换人做了。袁世凯想了想，就想到一个两全之策，不如我就以韩信的这个影响力来调节双方。如果能够和平转移政权，大清帝国皇帝自动退位，政权禅让给中华民国，避免战争动乱，那么两方阵营都会感谢我，我就建立起不世之功。那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当然就是由我来领导了。果然不出所料，袁世凯的提议，大清帝国及革命阵营都迅速表示欢迎。大清帝国的满清皇族听到革命成功，早就人心惶惶，因为袁世凯也是汉人，又掌握兵权，在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号召下，是否还会真心效忠大清呢？如果袁世凯能够保证我们大清皇族的安全及福祉，那么当然是求之不得了。而革命阵营听到袁世凯那边传来的消息，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因为面对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新式陆军，我们革命军根本一点打胜仗的把握都没有。
所以在袁世凯的安排下，大清帝国的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在一个秘密的地点举行和平谈判。而这场谈判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袁世凯亲自主持。会谈主要的议题，双方幕僚都已经先沟通过，例如大清帝国皇帝优退条例，中华民国政府承诺每年提供优厚的税钱给大清皇室，力比英国皇室。而退位的溥仪皇帝可以住在紫禁城内，称为故宫。在故宫之内，溥仪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华民国法律管辖。这一点双方都有共识，很快达成协议。不过接下来议题，双方的意见就不同了。大清帝国代表认为，将来共和国的政府应该由袁世凯出面来主持。这样的主张其实也很合理，因为如果大清帝国乖乖的把政权交出来，万一革命党人不遵守约定，那么大清帝国的皇族不就是任人宰割了吗？所以当然要支持由袁世凯来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时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当然是面有难色，他们就解释说，所谓共和国就是总统是由议会代表选举出来的，不是我们能够在密室里面私相授受的。袁世凯听了就脸色沉了下来，就说这一点如果大家没办法达成共识，那么我们北洋军永远效忠国家，就为国除害。毕竟形势比人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听了袁世凯这么一说，只好退让的说，如果能够和平转移政权，那么这都是员工的功劳，我想全中国人民都会支持的。我们回去会说服内部的异议，将来就由员工出面来主持大局。接下来大清帝国代表就提出一个议题，你们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种口号让满族非常的担心民国建立以后，满族会遭到报复，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公开的澄清这个立场。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就提出解释，这点您放心，我们孙中山先生有提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只是革命时期的口号，等民国建立以后，当然就不会再喊这种口号。孙中山先生最近就有公开向革命党人特别说明，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5大种族，同谋幸福，更安有科谕满族之理。大清帝国代表听到这一段话就非常的满意，所以协议很快就达成了。最后的仪式就是大清帝国的代表将大清帝国的版图交付给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并发表了以下这段感言。首先，我要为满洲人殖民统治中国268年，在这段期间我们所犯下的错误，真挚地向中国人道歉。尤其是我们刚入关的时候，因为中国人激烈反抗，所以我们也激烈的镇压，特别是在扬州10日，我们犯下了战争的罪行。不过这200多年来，我们满洲人也确实为中国做出巨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真的恢复中华的话，那么万里长城以北，除了一小块区域之外，都不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西部嘉峪关以西的大片土地，也都不是中国的领土，更别说西藏了。中国失去西藏已经岁月久远，蒙古、新疆、西藏都是在我们大清帝国的时代纳入中国的领土，这是我们满洲人对中国的贡献。在大明时代，中国只是一个中原帝国，而在大清帝国时代，我们让它变成是一个内亚帝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大清帝国丧失了很多领土，例如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例如新疆伊犁以西的土地，例如台湾。但是这些领土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大清帝国打下来的江山。江山我自得之，我自视之，所以我们满洲人并没有对不起中国人。我们唯一觉得抱歉的是割让香港，因为香港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被我们满洲人割让给英国。
但是我们并没有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我们只是出租99年。所以只要中华民国还健在，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民国86年，中华民国就可以收回九龙半岛。而到那个时候，英国只剩下香港岛，应该也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会变成烫手山芋，说不定就自动会把香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了。等到那一天到来，我想大清帝国的道光皇帝地下有知，应该也会感到非常的安慰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听完这段话，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站起来致意，并发表了一段感言。身为汉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过去的历史仇恨，一起携手共创未来。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大清帝国在苦难中辛苦经营中国，最后仍然能够保有1110万平方公里这么广大的国土交给中华民国。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汉族承诺，未来会善待满门回藏各族，一起好好经营中华民国。虽然我们现在无法预知民国86年中华民国总统会是谁，不过我们一定会在国家档案局留下这一份历史文献，提醒后人。民国86年中华民国收回香港时，总统一定要亲临北京附近的清西陵，在道光皇帝的陵前祭拜，并且告知道光皇帝在天之灵，我们收回香港了。大清帝国代表听完这段话，非常的感动，就纷纷站了起来，而全场参与会议的人也都站了起来。这时候袁世凯就命人拿出香槟及酒杯，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所以辛亥革命原本会迎接来一场腥风血雨的改朝换代的大激战，就在袁世凯的斡旋之下，政权和平移转，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场光荣革命。1912年2月12日，大清帝国末代皇帝溥仪正式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明军协商统一办法，总其人民安堵，海宇易安，人和满汉门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